We're returning to the moon after over 50 years during the Apollo program, the Apollo era, and we are going back to the moon. 睽违半世纪，人类再次启动登月行动。NASA 预计在2026年，载着太空人重返月球轨道。奇怪的是，这趟任务不会登陆月球表面，会绕月球后返回地球。在太空科技发达的年代， NASA 却选择不登月，背后的阴谋恐怕藏在一份极机密档案。A119 计划内容意外揭露，一场震惊全世界的核爆月球计划。事情的起因要从去年说起。去年8月20日，社群媒体 X 上有人发表了一则声明，声明如此写道：60多年前，我曾受过最高等级安全许可，领导美国国防部核子武器及反导防御项目工作。在此期间，中情局的理查德·比塞尔私下向我介绍了非地球技术，要求我必须宣誓保密。他的名字叫哈拉尔德·马尔姆格伦，曾是甘乃迪、林登·詹森、尼克森和福特4任总统的安全顾问，真正的4朝元老。所以该声明一经发布，很快就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不久之后，一位 UFO 调查人士联系到了哈拉尔德本人，并登门对其进行了采访。原来哈拉尔德是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访谈的时候已经89岁了。不过虽然高龄，他的思维逻辑非常缜密，也没有任何认知衰退的迹象，记性也不错。在近3小时的访谈中，他把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以及后来从政时所知道的所有内幕全透露给了外界，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对 UFO 的情报，以及甘乃迪的死因。不过可惜的是，采访结束后仅仅过了2个星期，哈拉尔德就过世了。1957年，苏联突然发了一颗人造卫星到了一个地球轨道上面去了，美国就准备奋起直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神秘人给了一个消息：11月份，苏联人很可能就用同样的技术发一颗核弹到月球上面去核爆月球。哇，为什么要核爆月球呢？说是要在那个黄昏交界带上面造一个蘑菇。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的关键战场，一个是在太空，另一个则是核试验爆。苏联心想，若是把这2个战场结合，在月球引爆核弹，那将会是全世界都能看见的壮举。27岁才华洋溢的哈拉尔德被人推荐给了甘乃迪总统，之后他顺利进入白宫，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联络官一职。而之后发生的所有故事也都始于这一年。首先是古巴飞弹危机，苏联当时想将洲际弹道导弹部署在古巴以遏制美国，而美国获知该情报后，可以说是朝野震动。以作风强硬著称的柯蒂斯·李梅将军想要直接轰炸古巴，甚至提议向苏联开战。要知道，美苏两国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一旦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在此紧急关头，年轻的哈拉尔德接受了一个任务，必须在会议桌上说服李梅放弃疯狂的想法，至少也要想办法拖住他，来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谈判争取时间。不过事情的后续谁也没有料到，柯蒂斯·李梅竟因辩论不过这位年轻后生气的摔掉文件，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议室。有了充裕的谈判时间，古巴飞弹危机最后以和平方式顺利解决，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这边一听就着急了，你们11月7号就要核爆月球了，我们还连一颗卫星都发射不上去了。于是这其实也就促成了后来的那些阿波罗计划， NASA 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成立的。全世界都把紧张的目光，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远在7000公里外的太平洋约翰斯顿环礁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根据哈拉尔德的说法，我概括出以下4条：第一，当时有 UFO 一直在监视美军的核爆实验；第二，曾经有一架 UFO 因核爆坠毁在了南太平洋；第三，美国海军得知此事后，立即组织了对该架 UFO 的打捞工作；第四，找到的碎片后来被送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哈拉尔德还亲手触碰过。我们先来看第一条。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1962年美军在南太平洋总共进行了31次核爆实验，其中少数几次是利用雷神飞弹将核弹头运送至近太空高度进行的高空核爆。那么究竟有没有 UFO 对核弹头进行追踪呢？的确有，时间是在9月份，地点是佛罗里达的大西洋靶场。当时美军在此处测试第1代洲际弹道飞弹时，拍下了未知光球。
在追踪重新返回大气层的模拟弹头。要知道，该枚弹头的速度达到了18倍音速，而光球竟能对弹头一路进行跟踪。在跟踪了一会后，只见它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夜空中。于那个年代，视讯清晰度太低，所以我们只能看到较大的光球、较小的光球，也许只有用特殊的观测仪器才能看到。第二被核爆波及的 UFO 哈拉尔德透露，1962年10月25日，也就是在古巴飞弹危机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刻，美军在南太平洋约翰斯顿环礁上空进行了代号为蓝鳃太阳鱼的第3次核爆实验。蓝鳃太阳鱼前2次核爆都以失败告终，不过第3次核爆进行得很顺利。而在不久之后举行的会议上，哈拉尔德在军方提交的报告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描述，报告说，该次核爆实验击落了一个神秘装置，而且事情发生后，他们立刻组织了对装置的打捞工作。哈拉尔德本想继续追问打捞工作进行的如何，然而军方将领的回复是，你有权利知道关于核弹测试的内容，但无权获知任何关于装置的细节。这番话说的在情在理，因为哈拉尔德拥有的是 Q Clearance Q 许可，美国能源部颁发的最高安全许可。Q 许可相当于军方的最高机密。Top Secret 这代表哈拉尔德能知晓所有关于核领域的秘密，但对于 UFO 相关事宜，抱歉，他无权过问。那么关于该次坠机事件，是否有影片资料为证呢？答案是不只有，而且不止一段。在蓝鳃太阳鱼第3次核爆实验时，美军一共出动了2架 2C-135侦察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核爆进行了拍摄。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可以看到核爆发生后，一个未知物体从火球里滚落，拖着一条长长的尾迹向下方坠去。由于侦察机距离太远，所以看不清楚该物体的具体形状如何。那么再来看另一架侦察机拍摄的画面，这次他们的做法很粗暴，直接在画面中 UFO 疑似坠落区域打了一个三角形的光斑马赛克，进行遮盖。原因可能是因为这段影片拍到了 UFO 的大致样貌与形态，相较于第一段影片要清晰得多。哈拉尔德猜测，第一段影片之所以逃过了马赛克，是因为蓝鳃太阳鱼前2次核爆实验都以失败告终，浪费了大量资金。第3次他们必须拿出一定的成果，如果2段影片都打上马赛克，恐怕说不过去，所以就放出了一段看起来不那么明显的影片。那么掉落的物体有没有可能是运载飞弹的残片呢？需要注意的是，蓝鳃太阳鱼第3次核爆的当量相当于40万吨 TNT。 据估计，这种大量的核爆产生的火球真实温度超过了100万度，它会立即蒸发，运载导弹部件和任何武器碎片，因此掉落碎片的情境是不合理的。另外，运载导弹还搭载了3个仪表吊舱，它们的目的在于捕获高空核爆产生的伽马射线和 X 射线资料。仪表吊舱会提前释放，和核爆点保持一段距离，所以看起来不会像画面中显示的那么近，并且它们是透过降落伞缓慢下降，不会是画面中那种急速坠落。更有意思的是，除了核爆的影像资料外，美国政府的种种操作也是惹人怀疑。鱼缸行动中包含的所有核爆视频，在1998年的时候就已全部解密。为了超越苏联传闻，美国也开始秘密进行核爆月球的计划。2000年，美国解密一份名为 A119 计划的秘密文件，内容证实核爆月球计划并非科幻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存在。在伊利诺伊大学组织了这样一个10个人周围还有一些10多个人的一个小组吧，来专项秘密的研究核爆月球的可能性。他们这个核爆月球的小组，其实当时研究的都是一些非常机密的数据来源和数据消息。奇怪的是，这份秘密文件本该有3本，却只有其中1本被公开，另外2本的关键内容则直接销毁。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研究进行到一半时，美国与苏联同时终止核爆月球计划。这会是巧合吗？还是他们发现了不能引爆的真相？2个人正竞争的如火如荼，都已经拥有发射火箭到月球同步绕的那个技术以后，突然就在这个时候，2边没有任何征兆，把这个核爆月球的项目全部取消了，就再也没有人提过这事儿了。可2023年，当一位网友根据信息自由法向美国政府申请蓝鳃太阳鱼第3次核爆实验
未经打码的版本时得到的回应却是找不到符合你描述的视频。2024年，另一位网友继续尝试，结果被告知实验数据仍属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机密，不予公布，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当年其他核爆实验都可以公布，唯独蓝鳃太阳鱼第3次核爆不行？那时间来到核爆几个小时之后，环礁周围多艘美军军舰开始了打捞工作，打捞用于记录核爆数据的仪表吊舱。这种吊舱看起来像一口钟，可我在搜集的资料中发现，一艘名为晋基号扫雷舰的航海日志上有这样一段描述：早上7点23分发现了一个黑色球体，5分钟后将之打捞了上来。另一艘参与打捞的军舰日志上写道，他们打捞到了其中一个仪表吊舱，但军舰突然失去了全部电力，2分钟后才恢复正常。1个小时之后的8点25分，位于附近的一艘名为麦凯恩号的军舰的甲板日志写道，他们找到了一个漂浮的物体，具体是什么没有说明。8点42分，竞技号的值班员在海中发现了一个绿色管子，同样没有说明是什么东西。中午12点33分，附近的护卫号在水中发现了一个圆柱形物体，于是脱离编队单独前往调查，13比19重新归队。这些零零散散物件中的一部分应该是 UFO 脱落的碎片，是基于以下这段我在网络上找到的音频资料。A diver in Pearl Harbor back in 1962, and his group was called away on a top secret 200 miles south of Pearl Harbor. And as soon as his hand went in, he was telling me it was kind of like Jello,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felt like a giant jellyfish. And when his hand went in, as he was pulling his whole arm from the elbow in out, the thing lit up. I mean, he said this gigantic, whatever it was, lit up and started to pulsate with light. It lit up the whole sea bottom. 音频的录制时间是1976年，是美国海军士兵向记者透露他曾被告知的故事。告诉他故事的人是一名海军潜水员。潜水员在1962年的时候，曾在南太平洋参与过一次打捞任务，打捞坠毁的外星飞船。这段音频的参考价值很高，因为在1976年的时候，普通士兵不可能获得蓝鳃太阳鱼曾经击落 UFO 的消息，这是军方的最高机密。核爆的影像资料直到1998年才予以公布，而官方遮挡区域至今仍然没有解密。更诡异的是，就在苏联终止核爆月球计划后，苏联的科学家竟然大胆地提出，认为核爆产生的超强电磁脉冲是导致 UFO 坠毁的原因。月球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一艘中空的金属飞船。这会是美苏两国突然终止计划的原因吗？空心说最初是由苏联的2位科学家迈克尔·瓦辛和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提出的，它的依据是月球的密度。早在人类登月之前，科学家们就通过天文观测，利用万有引力定律计算出了月球的密度是 3.34 克每立方厘米，比地球低了足足 40%， 这难免让人怀疑月球是不是空心的。不止密度异常小，科学家还发现月球表面的陨石坑深度非常浅，大约只有6公里左右，怀疑底下有某种金属屏障。我们回到约翰斯顿环礁核爆实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答案。放眼望去，在前方更远的深水区域存在一片巨大无比的黑色阴影，他以为那是一条海底来骨或是珊瑚礁之类的，但现在越看越不对劲。难道上级让他调查的就是远处那个庞然大物吗？潜水员的脊背开始发凉，于是用头盔内的无线电联系了上级，要求结束任务回到甲板。上级当然是果断拒绝了这个要求，命令他过去用脚踢，用手摸，总之不管用什么方法，先打探一下虚实再说。潜水员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向远处那个黑色阴影靠近，走到近处，他先尝试用手去触摸舰船，没想到手竟然可以直接伸进船体内部。他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是果冻，或者说像是在触摸一只巨大的水母。这时潜水员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这种焦躁情绪本来就不应该有，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潜水员，他早就被教导在海底的时候，
如何应对鲨鱼或其他突发状况。但即便如此，那股焦躁感还是不断席卷而来。他赶紧把手重新拔了出来，可就在这一瞬间，整艘舰船突然被点亮了，并伴随着一阵阵流动的脉动光，照亮了整个海底。此时的潜水员已经惊慌失措，彻底进入了恐慌模式。那么甲板的人在听到无线电传来的巨大动静后，赶紧把他拉了上来。他被军舰上一架直升机送到了珍珠港进行治疗。不过此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在病床上休养了几天后，他的队友前来探望，告诉了他之后发生的故事。原来潜水员被飞机接走后，军方又派了许多舰船，他们派了5、6个潜水员下到海底进行探查，终于测量到了 UFO 的大致尺寸，得出的结果是 UFO 的大小约等于一艘美军航空母舰，甚至可能更长，而且是圆柱形的。军队当时派来了多名专家商讨对策，商讨用什么方法才能将如此庞大的物体打捞上来，是切割呢，还是整体打捞？但之后发生的事谁也没有料到。某天晚上，水下的 UFO 再度发出霓虹灯一样的5颜6色的光芒，然后开始上升。整个上升过程非常的缓慢，因此部署在附近的美军军舰并没有发生倾覆。UFO 在上升到某一水体高度后，以极快的速度逃离了现场。奇怪的是，如此之高的移动速度并没有引起海面之下的连锁反应，没有引发漩涡、巨浪之类的，可以说是波澜不惊。我们回来说到月球上，著名的加加林陨石坑直径将近262公里，而深度却只有4.8公里。即便是直径约为2500公里的月球南极艾肯撞击盆地，深度也只有13公里。要知道，太阳系内其他岩石天体上的撞击坑的深度和直径的比例大多都在0.17到0.2之间。按照这个比例换算，月球南极艾肯盆地的深度起码要在425公里才对。It's likely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under the lunar surface which is very resilient and which is preventing craters going any deeper than they do. This could only really be either much harder rock, which it can't be because of the mass of the moon, or alternatively a metal sphere of some kind which is preventing more damage. 更惊人的是，这项推论并非空穴来风。2020年最新研究证实，月球底下存在大量金属元素和人造物质，间接证实苏联科学家的太空船月球理论。Uranium-236 and Neptunium-237 are found on the moon. This is notable because those radioactive elements don't occur naturally. The only way we see those isotopes on Earth is if we create them. Titanium, chromium, and zirconium are rare on Earth, but these are found in abundance on the moon. 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还包括 NASA 曾在1540年至1967年间多次拍到月球表面的陨石坑散发出诡异亮光，就像是不小心从月球内部透出，短暂亮起又随即消失。我们回到约翰斯顿环礁核爆实验， UFO 在坠毁几天后又迅速恢复了移动能力，它就像是有自我疗愈能力，因此有人猜测该架 UFO 并非只是一台机器那么简单，它可能拥有自我意识，属于机械生命体，是一种远超人类想象的黑科技。时间来到1年后，哈拉尔德前往罗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参加了一次简报会，在那里他见到了劳伦斯·吉斯，也就是亚马逊创办人杰夫·贝索斯的祖父劳伦斯·吉斯，当时是美国原子能协会阿尔伯克基分部的主任。他向哈拉尔德展示了兰塞太阳鱼核爆收集到的 UFO 碎片，哈拉尔德还亲手触摸了碎片，他形容那种手感非常奇怪，像我们平常摸一个东西总会有触觉，但据哈拉尔德形容，那些 UFO 碎片摸上去几乎没有感觉，不冷也不热，不过它们确实是非常的重。除此之外，哈拉尔德似乎能透过心灵感应从碎片中接收到信息非常的模糊，时至今日他已经不记得确切的内容。另外，碎片的颜色就像是太空，具体而言，颜色会因房间光线或相机灯光的变化而改变。其实劳伦斯·贝索斯向他展示碎片只是一场测试，测试他是否有心灵感应。显然他通过了测试，所以在这次经验之后，哈拉尔德被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是已经准备好获取更多的信息。此后不久，时任中情局计划主管的理查德·比塞尔向他简报了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技术。
比塞尔透露向兰塞太阳鱼第3次核爆，这样的坠机事件其实几十年前就已经发生过。所以你们猜是什么事件？答案并非是罗斯维尔，而是发生在1933年意大利的马珍塔。比塞尔透露的和我当初的猜测基本上一致，是因为梵蒂冈的穿针引线，最后让美国人获得了坠毁在马珍塔的中型飞碟该架飞碟，后来被转运到了美国国内的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比塞尔还告诉哈拉尔德 ，UFO 是因为被人类的技术发展所吸引，特别是当核技术获得突破时，他们频繁现身。现身的目的是对核爆实验进行监控，而且对此似乎极为热衷。不过一般他们都会在爆炸前消失，像兰塞太阳鱼这样的事件仅仅是个意外。我们回来说到月球上。92年呢，阿里斯塔克斯陨石坑呢被拍摄到显示出一道发蓝光的光，现在呢被称为蓝光了。这一异常现象自那以后呢，每隔几年就会被地球上的望远镜所观测到。苏联的科学家就研究了所有的证据和这些巧合之后，他们得出了他们认为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月球不仅仅是空心的，而且呢还是一艘在远古时代来到这里的宇宙飞船。月球是金属飞船，这有可能吗？除了科学数据提供的线索，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1000年前的古人似乎早就知道月球的秘密，还把它写进史书当中。金史天文志当中记载了一条惊人的资料：金太宗天会11年5月乙丑日，月亮突然偏离了运行轨道，向南运动。但是不一会儿呢，它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这条记载十分重要，因为它不同于其他的野史传说啊，竟然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国家正史当中。翻阅中国历代的天文志中，也写满了古人对月球的异常描述。唐代古书《酉阳杂俎》就记载，有82000人住在月球上维修月亮。在没有望远镜的年代，古人竟能描绘出肉眼看不见的月亮细节。莫非月球曾经距离地球非常近，近到古人足以用肉眼观察？2007年，一名自称退休太空人的男子更爆料，美苏两国曾秘密执行一项登月计划，全世界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Apollo 17 was the last manned mission to the moon. But in 2007, a retired astronaut blew the whistle and claimed Apollo 18, 19, and 20 did happen, but they were highly classified. He knows this because he was the commander of Apollo 20. 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参与过阿波罗20号的太空任务，男子上传了一段太空舱内的影片，立刻在网络上造成轰动。但也有人质疑影片可能是假的。We see an orange porthole looking out into space. But if we compare it to actual known photographs of Apollo craft, it's a match. The next shot is of a control panel, and this too matches other Apollo missions. 影片中的仪器和太空舱里的陈设，竟然和 NASA 公布的资料完美吻合。更让人震惊的是，影片中还拍到一个神秘标志，间接证实美苏的秘密登月任务可能真实存在。The flag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American and Soviet flags. The patch shows Apollo 20, the name of the mission.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阿波罗标志的中间，是2个飞行器，它们前后各用一个绳索在打捞一艘潜水艇。月球上怎么会有潜水艇？外界怀疑莫非是一艘外星飞船。接下来的画面直接证实了网友的猜测。有一段影片，明显就是拿着那个月球指令舱中的那个对焦器在看的那个东西非常清晰啊，那上面还有一些陨石坑，还有一些像字母一样的东西。打捞外星飞船，就是阿波罗20号的登月目的吗？影片里的种种证据在网络上引起讨论。传说中的秘密登月行动是真的吗？2016年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一名叫做 Thierry Spath 的法国作家，说这一切都是他制造的科幻电影。他还发布了一本阿波罗20的书，但是从2007年到2016年，一共9年，谁也没有站出来解释过一句话。这时候就突然出现一个人说这些事情是他做的，就非常悬疑。奇怪的是，有网友在 NASA 官网中发现一张在月球背面拍下的照片，将照片放大，清楚看到一个不明物体陷入月球表面，外观就跟阿波罗20号发现的外星飞船几乎一模一样。那么哈拉尔德后来也谈到了甘乃迪，在古巴飞弹危机结束后，甘乃迪和副总统詹森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听取了关于 UFO 的简报。
甘乃迪以前在海军服役时就对 UFO 有所了解，不过如今即便当上了总统，想要取得完整的 UFO 档案也会遇到阻力。总统的权力并没有外在想象的那么大，而且甘乃迪和美国情报界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他曾在1961年解雇了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威胁要解散中情局，和柯蒂斯·李梅将军之间的关系也是水火不容。注意以下部分是哈拉尔德的个人猜测，他认为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只是前提，是为矛盾的爆发打下了伏笔。遇刺事件的最终导火线是因为甘乃迪提议要在 UFO 问题上和苏联进行合作。那么以上就是访谈的大致内容，整个过程长达3小时。哈拉尔德无疑是个庞大的知识宝库，他所知道的资讯无疑会让世界上任何一个 UFO 学者为之疯狂。然而可惜的是，在采访结束后仅仅过了2天，哈拉尔德就因为身体不适被送进了医院。在经历了2次星期治疗后，健康状况一度好转，于是他在医院强打精神，又给先前那位博主打了个电话。他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有气无力，断断续续，不过透露的讯息却更加震撼。哈拉尔德表示，根据掌握的资讯，他怀疑这场秘密登月任务和约翰斯顿环礁是否存在，还是民间口耳相传的都市传说。或许2026年人类睽违半世纪的登月任务将揭开月球的真实面貌，拦塞太阳鱼第3次核爆，有可能是故意针对 UFO。 理查比塞尔曾告诉他 UFO 并非毫无弱点，他们的弱点就是无法抵抗电磁脉冲。这并非是某位科学家研究得出的结论，而是外星人告知的消息来自一位活着的外星人，他是罗斯维尔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哈拉尔德表示，他曾亲眼见过活着的外星人的镜头。这次通话结束后过了3天，哈拉尔德·马尔姆格伦在医院去世，享年89岁。风烛残年的哈拉尔德之所以违背在尘世间发下的誓言，选择临终爆料，是为了坚持一条更高的原则，那就是对人类进行最后一次力所能及的服务。这种做法让人肃然起敬，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至今仍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团。虽然难以置信，但在科学家留给众人想象空间。虽然难以置信，但在科学家让这起世纪悬案多了分想象空间。或许人类就能解开许多难解的谜团，也留给团员无限想象，埋藏着无数科学难以解释的神秘事件。在这里，人类显得渺小又无力，背后的谜团让人想不清也猜不透。是否有未知力量的助力，还有待解答。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